深夜，老杨头离家3年的儿子突然回来，他给儿子送上了亲切的问候。你不是死在外头了吗？儿子领回来一个洋媳妇，附赠一个洋孙子，回家就要饭吃。有皮吃不？突然冒出来2个洋亲戚，这时老杨头的冲击是巨大的。儿子3年不回家，还娶了个拖着油瓶子的洋寡妇。老杨头觉得丢人，问儿子是怎么勾搭上的。儿子说他们志同道合，一来二去就好上了。但老杨头巴不得他们摸黑离开，却没想到儿子和洋媳妇第2天连再见都没说，就远赴可可西里工作，把洋孙子留给自己照顾。老杨头抓瞎了，他自己一个人好过歹过都是过，现在来了个小祖宗，他烦得很。老杨头出门去追，将孙子暂时关在屋里，但儿子早就跑没影了。孙子名叫布鲁克斯，长得好看，就是有点调皮。头回来农村，看啥都新鲜。老杨头嫌他名字又长又怪，就直接叫他布斯，反正听着也吉利。布斯中文还不错，正常交流没问题。但对于照顾这个洋孙子，老杨头从内心里是拒绝的。这些年自己一个人没事听个戏，饿了张了碗油泼面吃，不会讲英语，也不爱跟人打交道，哪里会照顾这么个洋孙子？但布斯的到来让这个家热闹了起来，他翻箱倒柜，在家里爬上爬下，折腾完了又拿着锅盖呼呼大睡。布斯不习惯上农村的茅房，老杨头给他堵着鼻子，又点了根香，刚来就吵着要吃汉堡包。汉堡哥，啥是个汉堡哥？老杨头搞不懂这个是什么东西，就去村上的商店问问别人，实在没办法，给他弄了个中国汉堡包，其实就是肉夹馍。布斯也不嫌弃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布斯早上要喝牛奶，老杨头买不到，因为这地方就算进货了也卖不出去，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到有奶牛的人家去要，但好好的一碗奶又被拿着床单的布斯打翻了。气得老杨头对着他一通数落。晚上布斯在画画，画好了就拿给老杨头看。画画我是讲究天赋的啊，就你这东西，我脚趾头都比他画得好。老杨头和布斯就是2个世界的人，一个爱吃油泼面，一个爱吃方便面。但老杨头还是很关心布斯，还拿出自己给儿子准备的婚被给他盖。但布斯因为害怕，晚上又偷偷钻进了老杨头的被子里。白天老杨头在井边打水，布斯好奇地蹲在一边。老杨头打完水又担心布斯会掉下去，搬了一块大石头盖住了井。布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也没挪动。加油，喝牛奶的美国娃娃，使劲！看见布斯的模样，老杨头哼着歌走了，开开心心睡了一下午。趁着他睡着的空隙，布斯被树上的蜘蛛网吸引。美国小孩都喜欢蜘蛛侠，所以就爬到树上看看有没有蜘蛛。结果蜘蛛一个都没看见，还弄得满身狼狈，趴在树上大叫爷爷。爷爷又是骂他又是笑他。布斯在这里吃不好睡不好，拎着书包就要走人。站住！你个水松花，有跟我来这一出。我老实告诉你，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是被吓大的啊！真是，走，我回去。咋想单挑呢？一个指头就把你弄死了。走。老杨头是陕西华县的独居老人，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皮影的爱好者和制作者。他最爱的人物是孙悟空，最喜欢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桥段。村干部办了个皮影培训班，村里的村干部一直都希望他能去，3番5次请老杨头授课，他都推辞不干。其实他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吃过这方面的教训，怕了。为了方便和布斯交流，老杨头还特地向别人学了英语。比如说，吃是 eat， 狗是 dog， 日是 sun， 倒个3，连起来就是倒个3，倒个3。结果这倒霉孩子不小心将老杨头的皮影弄坏了。老杨头尽管生气，也只是一句倒个太阳的，然后让布斯去院子里罚站。布斯也不服气，站在院子里大叫。村干部正好赶来，听到声音就想翻墙而入。老杨头拎着一把斧子走了出去。私闯民宅是犯法行为，在美国是要当场击毙的。把村干部支走了。老杨头也想通了，最后还是把皮影给了布斯。为啥这么顺着他？不是老杨头心大，
只是一冲布斯喊，他不是拎着书包往外跑，就是在院子里哇哇大哭。这样一来，他有个洋孙子的事儿，不就被村子里人都知道了？这么丢人，不行！要是外出，就趁着一大早没人出去，回来也要等到天黑漆漆的再回来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还特意带布斯出去染头发，这样别人就看不出他是外国人。老杨头也能说是儿子找了个新疆媳妇生的娃娃，就是这打击对布斯有点大。老杨头就用美食收买了他。回家的路上，布斯看上了一个蜘蛛侠面具，但这块破布需要30大洋。老杨头抱怨了一下，最后还是买下了。晚上到家后，村干部又上门了，还是为了皮影培训班的事。老杨头经不住村干部的软磨硬泡，也经不住孙子的一句“我想看皮影”，终于接下皮影培训班授课的活儿。老杨头一进屋，看见的都是清一色上年纪的人。学做皮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，那需要绘画和雕刻的底子的。但传统文化还是要传承下去，老杨头只能耐着性子上课。不巧的是，布斯的真实身份又被村干部发现了。纸呢是包不住火的，还新疆呢？你忽悠谁呢？我傻呀！啊，你辜负了我对你信任，你知道不？那现在都啥时候了？这世界都变成地球村了，咱中国现在是美国大债主，知道不？老杨头让村干部先帮忙瞒着大家，等以后有机会再告诉大家实情。晚上布斯想妈妈了，老杨头就带着孙子去商店里打电话，刚接起来还以为是儿子，说话也冲得很。得知对方是洋媳妇后，语气才缓和下来。这天老杨头在家里打盹儿，布斯悄悄拿走了他手里的核桃，放上2个鸡蛋代替。核桃太硬打不开，布斯就用门缝夹开。第一个还很成功，等到了第2个，老杨头被惊醒，手里的鸡蛋也被捏碎。找个太阳的！意识到自己的核桃没了，愤怒的老杨头起身去追，一不小心把布斯的玩具蜘蛛侠踩坏了。老杨头知道这是孙子最喜欢的玩具，从这之后，布斯整天闷闷不乐，饭也不吃了。于是老杨头托村干部去镇上买玩具，整个复仇者联盟都买齐了，但就是没有蜘蛛侠。布斯只认蜘蛛侠，其他的他看都不看一眼，拿来被子准备自己一个人睡。咋？还要分家过呀？买不到嘛，我有啥办法？你不就是一个破玩具，一个皮娃娃，不依不饶，没完没了的。你把我门给拆了，你说这账咋算？早上醒来，布斯看见了一只蜘蛛，他直接伸手抓住了它。布斯生病，直接进了医院。老杨头还担心他，直问医生要不要去大医院，反反复复的确认，把老医生的血压都整高了。看着生病的布斯，爷爷的内心有些愧疚，于是他连夜给孙子重做一个蜘蛛侠，又是切片又是上色，忙前忙后一晚上，终于把皮影蜘蛛侠做好了。布斯醒来后，看见床头的皮影，一下就不生气了。爷孙俩一起玩着皮影，不亦乐乎。那是一只狗，孔雀。哎，这是我的鹰，这是我的双头鹰。哎呦，挨了一脚，啪啪啪啪啪啪。2个人，一个给对方唱英文歌，一个给对方唱戏，其乐融融，就像交了一个新朋友。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。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。What's a farmer had a dog and Bingo was a name? Oh, B-I-N-G-O, B-I-N-G-O. 怎么都耍那6节棍呐？真就耍了2个人从磨合到交心，越来越和谐。老杨头的心也慢慢被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打开了。晚上，布斯问老杨头过年是什么？老杨头说，过年就是一家人不管在哪里都要回家一起吃团圆饭。爷孙俩拉钩约定，今年要一起过年。老杨头开心得像是一个孩子，但距离布斯离开的时间也越来越近。老杨头带着孙子来到这口井前，说井的那头就是布斯的老家，要是想爷爷了就大叫爷爷，哎，爷爷，哎，爷爷，哎，布斯。皮影艺术团表演的日子到了，在临走之前，一家人去看皮影戏，台下座无虚席。但看到一半，儿子儿媳就要走了。在这之前，儿子已经和布斯的妈妈分手。老杨头知道布斯这次离开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，
他眼含热泪，但还是坚持表演，只是将自己喜爱的皮影递给了儿子。布斯走了，老杨头又变成了一个人，他还是习惯在打水之后用一块大石头盖住井，仿佛布斯还在身边一样。马上就到了新年，电视上是热闹的节目，这和老杨头安静的屋子格格不入。他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这时铃声响了，是布斯打来的电话，随后大门被人推开。爷爷过年好。布斯啊，这部孙子从美国来着眼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爷孙亲情，他还说了很多别的东西，比如电影开头，儿子常年在外工作，老杨头一个人生活，他的生活状态就是独居老人的现状，儿子儿媳妇远赴可可西里工作，致力于保护藏羚羊的行动，也是在呼吁大家保护藏羚羊。而布斯和老杨头两人相处的过程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。最有趣的就是老杨头对于儿子儿媳妇婚姻的评价，说这是国际主义战士，救灾扶贫。这部电影在2012年上映之前，就先在电影社交网站上大火。他用80万的低成本跻身当年电影好评榜的前10名。它没有一流的特效，没有精美的画面，但能让你笑到肚子痛之后，又让你感同身受的流泪。不同的人看完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，我想这就是一部好片。